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老实的蔡文静与程毅扯下综艺遮羞布，让星期六大火。现在星期六的整体模式已经大致回到了快本时期，以娱乐轻松为主，有作品快要上线或者在热播的，必定会争取上去做宣传。毕竟虽然现在的常驻团队在专业能力与流量比不上快乐家族，但好歹是黄金档的节目，观众基础摆在那里，能去必然是最好的。像目前为止最出圈的修罗场那期，蓝强夫妇遇上小森林夫妇，张彬彬、虞书欣、王鹤棣三人聚集，最大看点就是他们三个。而除开那三人之外，现场还有同样来宣传作品的关晓彤、张艺凡等人，双位数的人挤在一个舞台上，足见节目是不缺少邀约的。在那一整期高能登上热搜之后，节目的策划就好似顺地上了一层楼，之后更是佳期不断。在献礼片放映之前，底线你安全吗？披荆斩棘，三个组齐齐来宣传。其中底线夫妇蔡文静与程毅的老实，让大家窥见了一点综艺里的所谓小门道。淋水惩罚环节，蔡文静良心过意不去浇满脸，对比强烈引发爆笑。在正片第三个游戏里，成员们被绑在会动的椅子上边，只要回答错误，道具组的老师就会让椅子往后倒。这样手上捧着水的成员，只要不耍小聪明的话，必然就会被泼到。大家都是做了很久的帅气妆发而来的，自然不希望一期节目录制完成了，像是进了次澡堂一样，于是乎心照不宣的在惩罚开始之后把手往外边打，这样就几乎淋不到水了。蔡文静也不傻，她原本也是想这样做的，但最终是心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就把手往下边放了放，结果头一次淋得满脸都是，后边更是把做好的刘海都给淋成了大背头，哭哇哇的。何炅看见了都很是心疼的上前帮忙擦，搭档程毅往后倒的时候，带着麦也要提醒他不要洒自己了。在大家都是综艺老油条的情况下，蔡文静如此老实，反倒是更加惹人爱了，也让大家看到原来所谓惩罚立下了是可以逃过的，艺人也没有必要强制要求完成，这般如此，也不知道算是认真做游戏呢，还是认真搞效果，好似是有些玩不起在里边的。要知道，当初杨颖在跑男因为生理期的原因，没有受下水惩罚，还被吐槽了良久，足见敷衍对于观众而言是多么无奈。程毅将介绍词背下，意外的全场称赞，提词器再次被搬上来。除开这种有惩罚但却不完成的例子外，还有一种东西用多了，也让人觉得不太诚心，那就是提词器。原本大家理解，有些段落的篇幅太长了，艺人在台上来不及记得，那么借助提词器的话，不至于会冷场，提词器就起到了救场的作用。而如今提词器在综艺里却还是遍地都有，且用的次数频繁，连介绍自己的一小段词都要放在艺人眼前，对于现场观众来讲，肯定是觉得不太专业了。甚至于有了提词器，有些答题环节艺人超神的场面都会被质疑是否是作弊了。在这样的前提之下，程毅在星期六里能把底线的介绍词都背下来，毫不例外的得到了何炅的赞赏。谭健次也夸他，表示还以为他前边放了提词器，一开始不了解情况的话，会觉得何炅夸程毅有点牵强，但明白提词器对艺人的重要之后，才知道原本何老师真没夸错。